世子夜里出去了，回来时脸色就不太对，估计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才找上他，只能怪这小娘子命短，就该死在今日。 安子哥，帮个忙快！等我拿铲子啊！跟我没关系，你别找我啊！这都是世子爷干的。你马上就入土了。花铲怎么少了一把？难道被人动了？怎么会呢？之前花匠给咱们收拾过，被咱们骂了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人敢动了。哎，拿个锄头，快点，快点！哦。 怎么了？滚！滚！滚！就又怪我，谁让你看见不该看的东西了？要不这样弄死他们，要不交给世子吧。他不死，咱们就得死！快来帮忙！快点！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于七，于什么气？赶紧跑！你为什么在这儿啊？看来于四卫调查的本领很一般啊！你居然都不知道，这长兴侯府世子就是我二姐夫。还有心思开玩笑的？要不是我过来的及时，你连开玩笑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于大人又为何在这儿？我来调查失踪案，怀疑和曹星宇有关。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他应该把我怎么样？啊，那就好。那两个人为什么要杀你啊？想活的话别动，听好了，今天夜里你们干完活便躺在这个地上睡着了，什么人都没遇见，明白了吗？那就是没明白。你看，这是我在花丛中找到的，我看见他们杀人埋尸，我怀疑不只有一个人受害了。胆大包天，山谷女子多带同赞，明日我便去求证。如果秀娘子的女儿真的死了，她该怎么办？行了，你就不要再考虑旁人了，考虑你自己，这很危险，跟我走。哎，于七，我不能走。哎，你说吧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不能走？我要是这么走了，这曹星玉就该想法子对付我们家了。我二姐姐是他正妻，虽然就是他把我引到这府中来，还有我三姐姐，她那么柔弱，还在想办法要保护我，还有我五妹。你先等等，什么叫你二姐姐将你引入府中啊？不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！我现在送你回家，回家之后我立刻上报都城司。哎，于七，你冷静点，
长兴侯深受隆恩，曹兴玉又是他的独子，我很清楚，冲动行事只会打草惊蛇的。焦四，证人我已经找到了，那儿就是案发现场，只要我带人过来搜，定能搜到证据。没用的，只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不然证据会蒸发，证人也会人间消失。不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已经做过什么了？总之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能走。如果我走了，就是打草惊蛇，你破案也会遥遥无期。那些失去女儿妹妹的人，谁来给他们交代啊？这个长兴侯府它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仔细筹划，绝对不能冲动的。怎么了？你一直这样吗？我怎么样？气人。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你生气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。但是我现在刚刚把你给救出来，我总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冒险吧？打仗都是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的，不能这么硬碰硬。那不然这样，咱们俩联手，把这恶徒绳之以法，替那些枉死的女子报仇。你能相信我吗？行，我信你。保护好自己，我尽快回来。虽然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另有目的，但是我相信你是个做事情的好官。务必保证他没有任何危险。进去后别被吓到。5年以来，临安城中娘子失踪的案件共有15起，你怎可认定都是同一人所为，乃是连环作案呢？这是不是有些武断？这些失踪的女子，介于16至20之间，相貌姣好，且皆出身于小户或者是商户人家。我与龙蛋在探查中发现，他们最后出现的地点，皆汇聚在此处。长兴侯府，这是我们整理的线索，这里面的证言基本上都指向于同一个人——曹兴玉。甄大人，此刻你还觉得我武断吗？确有可疑，但这终究也只是推断，既无实证，是没有办法辨案侦查的。好，我还有旁的佐证，还有一名失踪的女子，名唤妞妞，她的发簪就在长兴侯府的后花园被找到了。眼线所言，她的尸首就埋在花园地下。线报可准，准不准的一查便知。等等，甄大人，你是还要拦着我吗？眼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长兴侯府。我知道办理此案甚是艰险，因此我更需要你甄大人相助我一二。朝野上下皆唤你甄衡甄大人为天下文官典范，不畏强权，刚正不阿。若此刻你都迟疑，这天下恐怕再无人敢管了。此案一日不解，天下所有的女子便会多一日的风险，等不得了，甄大人。于大人莫急，我只是有一事想问。你问。长兴侯手握军权，掌卫营兵，南吴来犯之时曾有护国之功，你就不怕
开罪于他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有何惧？好，于四卫果然胆识过人，这右司终于来了个顶事的。走，我与你同行。姑娘，姑娘，她不会死了吧？姑娘，姑娘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有没有钥匙？有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愣着干什么？拉住他们！于姬，你别乱来。带走！看住！是。头，尸体找了。二位大人，今日本世子来呢，是有重要的案情相告。这安子认罪之后呢，我就越发觉得不对劲。他平日里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杀人埋尸呢？当时可是你亲手指认的他，你爹了结了他，怎么？这才过了多久，就换了个说法？你还真是视人命如草芥。他死的吧，倒也不冤。我父亲处置没有什么不公啊。只是我彻查了全府上下，竟查出安子并非主谋，而是从犯。那依你所说，主谋是何人啊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夫人江倩。叫什么？曹新玉将我倩儿告上了衙门。是他指认江倩才是杀人埋尸的主谋。倩儿，他们是恶人先告状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世子夫人，随我走一趟吧。四儿说的没错，我早该听他的去指认曹新玉。母亲，怎么办啊？倩儿别怕，绝对不拿下！你们干什么？姑娘，住手！倩儿，去找江子，只有他能帮我了。母亲，放开我！事到如今，你就认了吧。是你与安子有了私情，见安子与那些女子走得亲近，你心生嫉妒，所以指使安子虐杀了他们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我连那些女子的面都没有见过，怎么会杀他们？大人明鉴，我与那些受害女子一样，日日遭到曹新玉毒打，迫于隐畏不敢出面指认，谁知他竟污蔑于我。大人，您可以派人验伤，我二姐姐身上的伤和那些女子是一模一样的。可我有证据，证明这毒妇与安子有私情，并且指使安子行凶。
这是江倩遗落在安子住处的扣子，这是安子内人的证词画押，他亲眼看见他们偷情，并且谋划杀人。呈上来。他只是栽赃陷害，随便取了粒扣子，威胁了安子家人，要了假证词，便要来害我大人。那夜我亲眼看到安子埋尸，而且当夜我二姐姐一直在自己院子中睡觉，她怎么会是主谋？原来去官府举报的是你啊！大人，她们可是亲姐妹，定是怕事情败露，所以才把这案情赖到我头上。大人，您可要明察呀！带证人。传证人。大人，人证带到。来者何人？回大人，我乃池淑莹。本官问你，你可与江家二姐妹认识？我与她们江家姐妹毫无干系。那你可与这位曹星玉认识？回大人，认识。我被这恶徒哄骗至长兴侯府，囚禁戏院，日日遭凌辱虐待。我亲眼见这畜生杀人，口口无凭。回来，大人，是他勾引的我，想让我弃妻娶她，我不愿意，他才反咬我一口。大人，我这一身伤便是凭证。池姑娘，你说你见曹星玉杀人，你可见过他用何凶器啊？回大人，是马鞭。他说这些只是为了栽赃嫁祸于我，您可不要轻信啊！本官自会公正严明地审理此案。那这凶器，你可知在何处？凶器就在长兴侯府。池姑娘，说话可要三思啊！我是长兴侯世子，岂能容你随意攀污？你虽是长兴侯世子，但在我这都城司公堂上，休得放肆！池姑娘，莫怕，继续说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杀人凶器就在长兴侯府的。闭嘴！池姑娘。池姑娘。冷淡。于四卫，没事吧？放开我！好你个曹星玉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敢在我都城司公然持剑行凶，给我押下去！我是长兴侯世子，你敢动我？冷淡！押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是啊，给我！于四卫，快叫郎中。于四卫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于四卫，郎中，我家大人如何了？哦，幸亏救治及时，再晚一刻，就算华佗在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现在大人体内的毒血清除了8、9分。如此便好，有劳郎中了。啊，但是今夜不能离人，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唤我。你随我去药铺取些解毒汤药吧。能否请江姑娘？你放心，我会留下来照顾于四卫的。拿药。你认为我是圣女，却不动手杀我，反而赌上性命救我。
你醒了？有劳姑娘照顾了。于思卫，是因为我受的伤。如果我都不能照顾你，心里肯定过意不去的。这点小伤对我来说家常便饭，姑娘切莫挂心。这可不仅仅是受伤，刚才郎中都说了，如果晚一步，可能我们都要跟你上香了。于思卫，咱们非亲非故，为何要以命相救啊？这不是没想到剑上有毒吗？你和池姑娘也是萍水相逢，不也是舍命相救吗？是啊，谁能想到这剑上有毒呢？我去给你倒点水。姑娘，我来吧。阿妈，我来。江姑娘，甄大人。还是我来吧。啊，好。于思维，于思维，喝点水吧。啊，你手伤了，我来喂你。左手还是好的。劳烦甄大人帮我把杯子放到旁边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现在是没什么感觉了。证据找到了吗？均已查获。每遇到这样的案子，我都会觉得，这人性之恶，真是难以想象。我甄某经手过这么多案件，却仍旧无法习以为常。那是因为甄大人有悲悯之心，才会做到真正的秉公断案，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受不白之冤，也不让任何一个坏人逍遥法外。大人所求是无愧于心。江姑娘，所以百姓才更需要都城司啊，甄大人。那尤其是需要你啊。律法虽然不能使人心向善，但是可以在人们心生恶念的时候有所顾忌，得以悬崖勒马。于思维说的有道理，江姑娘。那对有些人来说是不管用的，因为他就不是人，他是畜生。于思维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政务跑不了，曹兴玉更跑不了。但是甄大人还得备有后手，这长兴侯肯定不会坐等曹兴玉被审，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在朝中走动，想尽一切办法给你们施压。江姑娘有如此见解，甄某实在是佩服。不过江姑娘，你大可放心，无论是谁向我等施压，我们绝不会屈服。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，他有眼不进。你瞧，这伤是快好了，多谢于思卫夸奖啊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今日呢，我来守着于思卫，你白天受到的惊吓，先早些恢复歇息。刚才龙蛋跟着郎中去取药了，估计快回来了，我还是留下来给于思卫煎药吧。哎，不，这煎药都是小事，让龙蛋去煎，我来都可以。还是让江姑娘留下吧。龙蛋，我指派了他旁的任务，都成死的活。要不然，我差2名衙役。这种熬夜的苦差事，怎么能让江姑娘做呢？
时学会的怜香惜玉。那就劳烦甄大人了。于四卫，你好好养伤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哎，江姑娘，我送你。好。甄大人留步吧，还要照顾于四卫呢。于四卫，于四卫，你有没有觉得江姑娘确实不同于寻常的大家闺秀？她在公堂之上据理力争的样子，真是光彩照人啊！这私底下对恩人又是有情有义。于四卫，于四卫，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？你说，要是我为他挡了这一剑，那我们就该吃席了。啊？吃席？要是能吃席，也挺好啊。与妻朝夕相伴，我愧于未能以真心相待。初识之情，只因于此举目无亲，希望有人可依。奈何此刻惊觉，我对你并无情意。多谢曾经照拂庇护，不必寻我。从此各自天涯。
若是重来一次，一切不如意都能改变，是不是我们便不会走散，最后也便不会落得那种结局？姑娘，你的紫苏饮好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可是在担心于思卫？姑娘不是说于思卫并无大碍吗？过几天便好了。这是不是就是叫关心则乱？阿满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心有牵挂，但是你知道，你跟这个人未必能有好的结局，可能是误会，也可能，总之就是未必会有好的结局。你还会选择跟他在一起？那要看我是不是他的心上人啊。如果是呢？姑娘，于思卫向你表明心意啦。我就是问你。就当做是我。我的话，当然要在一起啊！人活一世，两情相悦多难得呀！本来这世上就有许多事情要畏手畏脚了，如果连两情相悦都要瞻前顾后，那这一辈子恐怕就没有什么快活的事儿了。玉儿怎么会被抓入了大牢？不是都处理好了吗？半路杀出来一个作证的。怎么会？那个人是？那个人不必担心。都城司不是要查吗？即使我让他死无对证，我看他如何查。那玉儿何时能出来呀？她在大牢里吃不好睡不好，是要吃苦的。好了，妇人之仁。我从陵南给你带回来的金枝玉叶，在何处？哥，吴哥，你来了，辛苦了，吃点东西。多谢吴哥，趁热吃。你先吃着，我先进去。辛苦了。赤姑娘，饭菜呢？请劳官爷了。饿坏了吧？先吃饭。我果然料事如神啊！你便是这都城司的内鬼。妹妹，哥哥去哪儿啊？我去看于思卫恢复的如何了。哎，正好，我也要去看于思卫恢复的如何了，咱一起去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公子，咱们不是刚看完于思卫？嘘，
我怎么能让妹妹跟于兄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呢？再说了，你没闻到妹妹手里那汤有多香吗？于大人，啊，于兄，这是妹妹亲手为你熬的，你快尝尝味道如何？刘姥姥，香。喝汤跟喝酒是一个道理，独酌不如共饮啊，要不然江兄你先请。不，你这是给于兄调理身体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但是，共饮此汤更有它的意义了。于大人，还有碗。哦，有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客气。从未喝过如此鲜美的鱼汤，一丁点的荤腥味儿都没有啊！于兄，真不是说我夸自己家妹妹，就这个汤的味道层次丰富，那一看这就是用了心的。而且妹妹心细，因为于兄身上有伤，不宜辛辣，这才没放胡椒粉。要有胡椒粉吗？来。于大人，有劳了。真没想到江姑娘是如此的用心，于某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就不必了。以更多的美味佳肴回报给江姑娘。快趁热喝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跟着我一块儿受苦。等以后咱们如果有机会能回到临安，我给你做很多好吃的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我想象一下。我先跟你说一个，先从金水河里面打捞出来非常新鲜的鲫鱼，再用蛋清跟黄酒事先抹到鱼身上，腌制入味儿，再把鱼放到烧热的锅里面煎到两面都是金黄，然后再放入生姜、陈皮等佐料，小火慢炖1个时辰，炖出来的鱼特别新鲜，皮香肉嫩，就连鱼汤都是乳白色的。江姑娘，啊，手底还是有点不太利索。应该的。多谢。头，七哥，头，楚楚来了，楚楚来了，头。七哥，头，快，楚楚来了，楚楚来了。七哥，七哥，头，在吗？七哥，在吗？头，站住！楚楚，好久不见啊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太惊喜了！怎么来临安来了？
我一路行侠仗义，游山玩水，不知不觉就到临安了。也可能冥冥之中感应到你需要我了吧？果然，一见到龙蛋就听说你身受重伤。我看看伤哪儿了？松手！楚楚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姑娘啊！当姑娘该如何？当姑娘就要讲究那套男女有别的迂腐道理，就要女大当嫁不中留。我猜到了，你一定是被催着成婚夺过来的。这脚在我身上，我想走便走，这就叫天地任我行。太行了。哎，江姑娘，楚楚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住在隔壁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于思卫。你说七哥，他就在里面，我带你进去。你们是旧识？何止是旧识，我爹也在军中，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就连习武的老师傅都是同一个呢。只不过后来七哥成立了赤羽旗，去了新的营地，我们这才分开。也难怪我没见过他，还真是个直肠子。于七一直隐瞒着赤羽旗的身份，他倒爽快，一口气全交代了。江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七哥的？因为公事。那我带你进去。好，走。七哥，江姑娘来看你了。哎呦，于思卫，江姑娘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就不起来给你请安了。千万不要起来。我看于思卫的身体状态，这余毒应该还要再清上几日的。但还是得尽快去都城司报道了，要不然甄大人就真以为我是在装病，没事就贪图江姑娘送的佳肴。定是要再好好休养几日的。阿瞒，今日给于大人炖了鸽子汤。江姑娘，她这边无碍的，不需要人照顾。我说七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你还让我去？不要，不要你照顾，我可以。楚楚，你会在临安待多久啊？本来没打算待多久，但这不是遇到了七哥跟龙蛋，就打算多停留一阵子。七哥，你不会嫌我烦吧？不嫌。如此便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常在一块玩了。好。哎，楚楚，你去看看龙丹给我买的药，到没到啊？给我吧。哦，那就麻烦江姑娘了。不会。来，于大人，我自己试试。自己能行吗？可以的。我来吧。有劳江姑娘了。你本来就是因为我受了伤，我来照顾你也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样也好让我将功补过。对了，于大人明日想吃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就行。母亲，进来。听说一会儿侯爷会来。明月，你有听说长兴侯府的事儿吗？
当然听说了，侯府一下子挖出10几具尸体，这么骇人听闻的消息，不消一刻，临安城的大街小巷全都传遍了。记住，母亲，这长兴侯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，他儿子这副德行，当初还想向您求娶我呢。明月，本宫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要对长兴侯尊重些。当年南吴侵犯，是他和你父亲一同带兵守国，不止对江山社稷有功，对本宫也算是有恩。那母亲，你打算如何救治曹星宇啊？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母亲以长公主之尊亲自出面，都城司还敢不放人？死的都是一些身份卑微的女子，给他们家人一些重金安抚，不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？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多聪明啊！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日后啊，得让你舅舅帮你找一个全世上最好的男儿。本宫呢，还得先考考，通过考验，我才能放心。你先坐好了。头儿，手怎么样啊？头儿，好了，快看看这个。我们搜长兴侯府时啊，不仅在那暗格里边搜到了鞭子，还搜到了这个东西。我已经问过池姑娘，曹兴玉管这种药叫做神仙油，那是每一次施暴之前，定是先来上他个一粒。这种打开，这种药别提有多好了。吃下去的呀？你快去问问大夫去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顽疾呀？我已经问过了，他这个药，它这是说呀，吞吞吐吐的，壮阳药。重点是里边的原材料是一种叫边藤的植物，这种植物是只有南吴才有的。那个大夫说，这个植物也是之前大周和南吴还有通商的时候他才有见过，如今早就已经成静物了。哼，看来这曹星宇那不止杀人这一条罪，正说没有线索呢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。于大人，甄大人，中尉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疾风卫是个什么职务？直接听命于陛下。哦，探查民情，监察百官，权力高过我们都城司。今天来的这位啊，就是指挥使韩然。厉害！哎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，侯爷，长公主殿下令我转告您，都城司一事他已知晓，请您放心。长公主殿下说，您是国之良将，殿下帮您就是在帮大周。殿下还说，此事过后，令公子在临安就留不得了。转告长公主殿下，
我那逆子定会让他走得远远的，今生都不会再踏足临安。本使今日前来，是跟你们都城司讨要一个人。谁？长兴侯世子曹兴玉。此人乃是我都城司的重犯，此案尚未审结，恕难从命。巧了，不是吗？这曹兴玉与我疾风卫追查多年的一桩案子也有关，而且是通敌南吴的要案。韩大人，可有文书啊？寥寥几句，语焉不详，恐难服众啊。于四卫这刚刚走马上任，怕是不知啊。我疾风卫办的案子乃朝廷密案，案情相关，无可奉告。好了，本使事多，劳请将那曹兴玉速速提来，交与本使。曹兴玉身负10几条人命官司，罪恶滔天。我都城司尚未结案，你一句无可奉告，便要将人提走，那恕我们无法配合。你疾风卫奉的是皇命，我都城司审的也是重案，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。人既是我们先抓的，案也该由我们先审。池姑娘在这儿很安全，你放心。下午疾风卫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谢谢啊。嗨，这件事情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还有奸细啊。池姑娘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好，那我去看看他。过来。下午这个事儿吧，是阿蛮他韩然的文书拿了吗？您歇着，我来。啊，我别歇着呀。对了，池姑娘，你家里人那边需要先送个信过去吗？不必了，我没有亲人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是哥嫂收留了我，但他们却将我卖去了青楼。四姑娘可知，他们根本不顾念亲情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利益。我刚在郊外安顿下来，我哥嫂得知我的事，连夜便赶来了。我以为他们是愧疚、心疼，结果我真是个傻子，怎会对他们还有期待？你们说什么？要我嫁给曹兴玉那个畜生做妾？妹妹呀，你如今这般情况，还能许什么人家呀？那可是长兴侯府，他们送来的聘礼呀，堆了整整1院子。我当初啊，嫁给你兄长时都没这么风光过。你进了侯府，谁还敢再嚼舌根，说你不清白？哥哥嫂嫂都是为你考虑，为我考虑。父母临终之前，将我托付于你。你把我卖到青楼后，还嫌那火坑不够深，如今是又要加一把柴火。哥哥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啊，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里，哥也是想你过得好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把我卖入青楼那日起，我其实就已经没有家人了。池姑娘，你明明已经脱险，还愿意为了救其他人继续犯险，
有你这等胆量还有心性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是你教的我，江姑娘，你不求回报救我性命，我定依你所言，见他人有难，也会出手相助。你放心，有于四卫还有甄大人在，这个案子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多谢江姑娘。曹香玉，你是打算就这么一直装哑巴呀？你还是睁眼看看吧。这个东西是从你的书房搜到的，是叫神仙油吧？什么神仙油啊？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，那就不是你用的了。这难道是你爹用的？你闭嘴！好，不说不说。老头这么大岁数还用这个，真是语气。好，不提。我们说点别的啊。这个配方是从南屋来的吧？我是真没想到你侯府有一天也会勾结南屋，通敌叛国呀！玉琪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污蔑我们侯府。你说从我书房找到的，我还说你嫁祸我呢。好，你是这个反应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信你。给他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大牢里消息闭塞也很正常。刚才疾风卫来过了，要以勾结南屋的罪名将你逼走。曹新玉杀人埋尸，实乃受南屋人控制。哦，南屋。根据我疾风卫多年的调查，南屋人已派细作潜入临安城，成立了夜莺门，专门接近我朝高官，刺探情报，并伺机策反。长兴侯乃当朝第一大将，在军中权位甚高，并又护卫皇城。他们屡屡试探，毫无进展，这才把目标放在了其子曹新玉身上，用药物加以控制，迫其杀人。这药物都能控制曹兴玉，为何不直接控制他爹呀？这个就是南屋人的反间计，他们要的就是长兴侯与陛下君臣离心。怎呢？我疾风卫要抓的人，难道你们还想强扣下不成？今日这曹新玉是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不交，敢硬抢啊！你不怕我到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？告啊！赶紧出门去告。你今日要是能带来陛下的手谕，人带走，否则免谈。3日，只有3日。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气力才把你给保住。你应该知道，他们要是拿到了这样的证物，你是什么下场？你想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样，是你想怎样交代。药是从哪儿来的？
圣女出，南无兴。师兄，深夜急召，是否出了什么事？长兴侯的案子这2日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听说还查出了南屋的线索。侯府是你负责看着的，怎么回事？师兄，是这样。那曹兴玉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本想利用这点，让他为我们夜莺门所用，成为临安的一枚新棋子。没想到此人愚蠢至极，在接连虐杀了10几名女子之后，竟将尸体藏在自家院子里。不过师兄放心，此人是以杀害之罪入狱，与南屋无关。可我安插在疾风卫的耳目说，韩然以通敌南屋之罪，要提走曹兴玉。想必是那长兴侯为了救子，巧立的名目罢了，并无任何实际证据。师兄，桑琪做事你是了解的，绝不会留下半点蛛丝马迹。我夜莺门潜伏在临安10年，才有了如今的暗网和隐匿藏身之所。如今圣女暂无音讯，大周也还未倾覆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，所以每一步都有分。是。所以神仙游之事，你是有信心在我发现之前就解决干净？师兄息怒。实在是事发突然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取走侯府的神仙油，便被都城司派人搜了去。最近小心行事，免得被波及。是。师兄，不如我将那曹兴玉直接灭了口，以绝后患。不必，曹兴玉已成废子，不必再浪费一步棋。你记住，做的越多，错的越多。是。下去吧。曹兴玉之案，都城司会怎么做？放了，还是杀了？又有好戏看了。但依你之见，此案究竟与夜莺门有无关系？夜莺门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们一定是在等。这场戏我们要如何收场？曹兴玉罪证确凿，放了他，10几名女子的冤魂无法沉冤昭雪，都城司从此再无威信可言。斩了他，长兴侯痛失独子，难免会对朝廷心存怨恨，生出异心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选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而无害。好毒的计策呀！如今我们真是进退两难了。那甄大人要如何抉择呀？圣人有云：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矣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此谓为大治。所以，听从本心，遵循法度，是为此难题之正解。江姑娘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难道我们就要眼看着那个恶人逍遥法外吗？难道我的女儿就要死得不明不白吗？舅娘子，你先别急。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有些冒险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一下。于此卫，我见临安城中的武将少有你这般睿智明理，却又能言善辩之辈。你定是读过不少书吧？敢问师从何人？缘何习武，却未从门呢？我的事情说来话长，眼下还是先研究好这个案件要如何审理吧。就算是我们秉公审理，3日结案，他们到时候再来提人，我们也不得不交。曹兴玉到了他们的手里，到时候再来一个翻供，
找一个南巫细作来顶罪，这个案子审了也是白审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？找陛下亲审。请陛下亲审。眼下正处闹市，您可千万不要入门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如何是好？等一下。哎，停！陛下，家主，去买一份兵役来。此次微服出访本就没带多少随行护卫，只派了都城司暗中巡视。我都嫌多余，别废话了，快去买。是。来一份。哎，好。您拿好。老爷，起轿。陛下，您不冤枉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。拖下去！陛下，慢着！这位女子，你继续说。陛下，民妇实在是别无选择。只能冒死来告御状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，还我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。为什么不报官？都城司不管吗？拿凶手位高权重，只手遮天，枉死的不止我女儿一个，还有10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娘。都城司这才把她抓了起来，案件还未结，便有人来周旋。怕是过不了几日，便会把人给放了。何人如此猖狂？长兴侯府世子曹兴玉。老臣未曾料到我儿之事又起波澜，给您添忧了。殿下，您位高权重，金口玉言，还望您能再帮衬一二。若能渡过此难关，老臣定以长公主殿下马首是瞻。你莫得寸进尺。本宫先前被你蒙蔽，有意相帮，已是仁至义尽。奈何你儿罪恶滔天，大抵这便是他的命数。侯爷，你该认命的时候就得认。命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恕老臣无礼，你现如今才想与老臣撇清干系，恐怕晚了点吧。如若你好心办了坏事，也是殿下您的命啊。你既不知好歹，也罢，呈给侯爷看看。你的好儿子拿着大周的情报，和南巫夜鹰门换取神仙油，以供享乐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儿再是荒唐，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，这定是污蔑。无妨，类似这样的戏，其风味还有很多。是不是误会？看了便知。殿下，老臣该死，还望殿下恕罪，请殿下明示，老臣该怎么做？这就是一场闹剧，该结束了。我儿虽是逆子，
那也是我唯一的儿啊，殿下。若只是10几个小娘子，最多也就世子一条命。可这通敌叛国，侯府上上下下一个都不能留。孰轻孰重，还需多言。这宝物既是你从岭南专程带来的，本宫不能夺人所爱，观赏几日，是时候拿回侯府。金枝玉叶，好一个金枝玉叶！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父亲，父亲，陛下，陛下，罪在臣妇。陛下没人休得胡言。曹勇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这孩子从小到大，但凡做的不如他父亲满意，就会遭到一顿毒打。臣妇懦弱无能，一时未能阻止。孩子走到今天，我们夫妻俩罪孽深重。放肆！你闭嘴！你当我母亲！陛下，全因我们教子无方，孩子才步入歧途。望陛下给他留一条性命吧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若朕对世子网开一面，那法度何在？杀人偿命，臣妇来时服了毒，只愿此命超度亡魂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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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传陛下口谕：长兴侯世子曹新玉强抢民女，虐待发妻，草菅人命，罪无可恕，秋后问斩。长兴侯曹勇教子无方，念其戎马之功，保留爵位，但一试而终，择日指导施行。你倒自觉！臣知错。他告御状怎么告得这么准啊？是如何在街上这许多轿子中认得出朕的？臣不该利用都城司职务之便，令陛下不得不审长兴侯世子。朕今日这一审，令长兴侯痛失世子，又没了夫人。你知道长兴侯是谁呀？微臣知道。于情，您与长兴侯一同守国，出生入死，于朝堂之上，乃是股肱之臣。今日陛下之举，令长兴侯寒了心，日后怕是再难令他为国效力。可是陛下，微臣也别无他法。您说是10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本就该绳之以法的国之重臣的儿子重要呢？微臣见识短浅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你的意思是，
朕不明是非，分不清10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曹勇的儿子重要。正是因为陛下分得清，所以此时才会如此痛心。回到景明23年以来，巧娘与姬崇义结亲，曹兴玉进了大狱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既然如此，哥哥、姐姐，还有爹的命数，我也定能想法子改变。于四卫，你怎么没有入宫啊？哎呀，听个结果便是了嘛。有点口渴了，来找江姑娘讨口水喝。小二，上杯茶。客官，您慢用。众望所归，那些无辜惨死的女子们，终于可以瞑目了。她的母亲为了赎罪，当场自杀。这母亲真可怜，为了儿子，居然自枪谢罪。可怜吗？他的儿子在府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儿媳妇整日被殴打，他一个做主母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看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管如何，这天底下的母亲，终归都是最爱孩子的。曹兴玉的母亲如此，我那精明算计的二婶也是如此。你在都城司这许多年，朕对你十分了解。想方设法为10几条人命伸冤，你做得出；可这种告御状的方法，你想不出。你莫告诉朕，这是那妇人想出来的法子。说吧，是谁？大胆说，朕不会惩罚你。陛下，我有一位好友，每当我案件想不清楚之时，我便会去与他商讨。他明辨是非，又常常出其不意。此次，是他帮臣想出的这法子。你说的此人可在朝中任职啊？正是都城司新上任的司卫，于七。于七？天下之大，自然也有那不爱子的母亲。于大人是在说自己的母亲吗？我怕是没有这个机会。逝者已矣，大人节哀。你误会了。我是说，我从小就被抛弃了，他也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，所以在我的心里就没有这号人。那后来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去找过他吗？或许当年他是有难言之隐。哎，我还真没找过他。难言之隐。当年有一个算命的，说我是不祥命，会给家里带来灾祸。他怕受牵累，失了宠，然后就想了一个法子，让我的父亲把我送到美院的。就这样。过去他不愿多谈身世，我只知他不受亲族待见，被发配驻守边疆。没想到他竟然与我有相似的命运，一出生就背负不祥的罪名。但那算命的会不会是个骗子？就为了求名图财才妄下断语？骗子又如何？现在追究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说到底啊，做决定终究还是父母。你说没有意义，但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如果弱者被这天下人往头上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自己不去探究，也不去反抗，那岂不是成全了这些恶人的谎言，成为了他们的帮凶啊？换作是你的话，要是你被诬陷了，你会追究下去吗？如果我被诬陷了，那我一定要让诬陷者付出代价。于大人，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不想知道真相吗？